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在谈及东部战况时称，北顿涅茨克市的乌克兰守军仍在坚守，但数量已经严重不足。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已经变成了死城。泽连斯基还首次承认，有约2500名亚速钢铁厂守军被俄方俘虏。泽连斯基周一接受乌克兰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乌方未计划进行任何谈判，有关方想尽可能地把乌克兰推向一个乌方绝对不想要的结局，而未征求乌方意见。这样的结局只对有关方有利，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数周来，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官员定期会晤，就通过谈判方式达成俄乌停火框架进行讨论。报道说，相关讨论涉及意大利5月提出的一项4点框架，内容包括乌克兰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中立，俄乌通过谈判决定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地区未来地位问题等。泽连斯基在采访中还承认，有约2500名亚速钢铁厂守军被俄方俘虏，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正在负责解救的相关事项。俄罗斯国防部早前宣布，亚速钢铁厂共有2439名乌武装人员投降，而乌克兰官方及媒体一直对外宣传亚速钢铁厂守军被下令撤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二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斯维亚托戈尔斯克在内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大部分地区，目前已完全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的居民区。过去一周，俄乌战况最激烈的就是北顿涅茨克，俄军此前已经占领该市约70%的区域。不过，根据乌方的说法，乌军上周6开始在北顿涅茨克市发起反攻。乌克兰卢甘斯克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代上周6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夺回了北顿涅茨克约20%的区域，这也意味着乌军目前控制了北顿涅茨克一半的区域。路透社表示，这是北顿涅茨克战事持续多日以后，乌克兰首次宣称发起大规模反攻。但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凌晨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前往顿巴斯前线。北顿涅茨克市的乌克兰守军仍在坚守，但数量已经严重不足。盖代当天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乌军在北顿涅茨克市的反攻已经停止。他表示，局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情况再次恶化。盖代此前还呼吁美西方提供重型武器，称他希望美国最新承诺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能够让乌军实现更远射程，从而扭转战局。而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近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的武器，继总统普京在周日的采访中表示，俄将做出相应的结论并打击之前没有打击过的目标后，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一也表示，如果西方真这么做，那么俄罗斯将采取行动清除威胁。Если Запад решил поставлять воору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способно достав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граничные, но и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е рай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если вся эта болтовня про то, что Зеленский вам что-то обещал, будет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всерьез, то я подчеркну еще раз, чем дальнобойнее будут системы, поставляемые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тем дальше мы будем отодвигать нацистов от той линии, откуда исходит угроза русскому населению Украины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尔塔波洛夫同日还警告说，俄罗斯将通过打击交通基础设施和政府大楼来回应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和远程导弹。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就是俄罗斯它可以采取远程的攻击嘛，可能会有不同方面的考虑吧。一方面它可能会直接就是对这个美西方对乌克兰的这种武器的提供，就是展示一种某种威慑啊，就是你如果用过来的话，那我要采取某种措施是阻碍你。那么另一方面，其实从整个这个战局的角度来讲，那么对主要城市的进行这种军事打击，也有利于缓解就是俄罗斯在东部的它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啊。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始终对外保持着战略威慑。据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红星电视台周日报道，俄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说，95%的俄战略火箭军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
卡拉卡耶夫表示，俄战略火箭军部队正在继续重新装备可携带高超音速弹头的先锋导弹系统。此外，今年已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乌茹尔导弹兵团也将开始进入战备值班。今年4月，俄军成功试射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各阶段的设计性能都得到了确认。该导弹可携带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能突破当前全球所有反导系统。卡拉卡耶夫还说，当前俄战略火箭军现代化武器的装备比例为83%，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超过86%。另据路透社报道，美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周一表示，俄罗斯不应考虑关闭其驻美大使馆，因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有核国家必须继续对话。我觉得其实它也体现了美西方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担心啊，把俄罗斯如果推到了墙角之后，俄罗斯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核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有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